第44章，陪你试试。望着那砸进人群死活不明的萧宁，满场再一次寂静。片刻之后，一双双犹如看妖怪一般的目光投向了高台上的黑山少年。虽然很多人并不知道先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萧宁忽然间实力暴涨，却是众人亲眼所见的事实。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实力暴涨之后，萧宁却是败得比先前更要惨烈与干脆，一拳重伤。贵宾席上，望着场中的变故，亚飞一只白皙修长的玉手缓缓地掩住了诱人的红唇，丰满的胸脯微微起伏着，划起一道道惊心动魄的弧度。好强横的斗技，这是什么级别？玄阶？怎么可能？轻吸了一口凉气，亚飞心头震撼地喃喃道：他可非常清楚玄阶的斗技有多难得与难修。在震撼了半晌之后，亚飞脑海终于是缓缓地恢复了清醒，再次回想起先前萧炎所使用的那强横斗技，黛眉微微一皱，心头念头飞转。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萧家最高级的斗技应该是一种与玄阶功法怒狮狂罡相匹配的玄阶低级斗技狮山猎吧。可先前萧炎所使用的斗技明显不是狮山猎，修长的睫毛微微眨了眨。亚飞端着茶杯的玉手忽然一紧，心头低声道：难道这斗技不是肖战教他的？慵懒眯起的美眸中掠过一抹金光，亚飞不着痕迹的微偏过头，却是刚好扫见了肖战脸庞上那抹隐晦的震撼。果然不是肖战教的斗技，丰满的胸脯轻轻的伏下，亚飞修长的玉葱只在茶杯后纠结在一起，回想着萧炎对那些斗技的熟练程度，心头不由猛地一动，这小家伙背后应该有位神秘老师吧？不然玄阶的斗技可不是光靠他一个少年瞎摸索就能练得这般炉火纯青的。能够教导玄阶的斗技，那名神秘人的实力恐怕至少是一名斗灵强者，说不定还要更甚。美丽的脸颊上掠过一抹凝重，亚飞优雅地放下茶杯，美眸带着许些莫名的意味，缓缓地打量着场中的清秀少年。这小东西似乎是越来越神秘了呢，真是让人忍不住的有些好奇。唉，妍儿这小家伙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在亚飞心头转动着念头之时，一旁的肖战心中也是忍不住的叹息了一声。先前萧炎所使用而出的斗技，即使是他也都忍不住的在心中喝了一声彩。这般干脆利落的斗技，光从攻击力的角度来说，简直足以媲美家族中的玄阶斗技狮山猎。缓缓地摇了摇头，肖战轻吐了一口气，眼瞳中金光闪烁。妍儿的背后恐怕有人在教导他吧？是谁教的？摸了摸脸庞，肖战忽然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移向远处台下的薰儿。此时少女俏美的脸颊上正噙着淡淡的笑意，望着场中大出风头的少年。难道是他？心头疑惑地转了转，想起薰儿平日萧炎的亲昵，肖战心头这才略微有些释然。高台上，萧炎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犹如岩石般坚硬的双臂悄悄地恢复了正常，那微微鼓起的袖子也是软了下来。扭了扭脑袋，萧炎望着台下那急匆匆将昏迷的萧宁抱起来的萧玉，脸庞淡漠，心中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怜悯。此次如果不是自己拥有2种玄阶斗技护身的话，恐怕刚才萧宁的那一拳就能将自己的右手给砸断。既然别人不对自己留情，那自己也没理由去做那些白痴烂好人。缓缓收回拳头，萧炎偏过头，对着一旁目瞪口呆的二长老淡淡道：比试结束了吧？咽了一口唾沫，恢复清醒的二长老连忙点头，刚欲大喝出比试的结局，一声愤怒的娇斥却是将之打断。慢着！台下的萧玉望着那满身鲜血不知死活的萧宁，背齿愤怒地咬着红唇，恨声喝道。二长老眉头一皱，沉声喝道：萧玉，你要做什么？萧玉小心地将昏迷的萧宁交给身后的一名族人，矫健地跃上台，怨恨地盯着萧炎，怒道：萧宁如何说也是你是表哥，你怎下手如此狠毒？望着俨然一副兴师问罪模样的萧玉，萧炎嗤笑了一声，偏头冷笑道：不过是一场没有丝毫意义的挑战，可他却违规服用丹药。先前他那副攻击态势，你认为他对我留情了？如果我不反击，现在躺下去的就是我。
而到时候，你是否又会因为我而如此怒斥他？他萧宁是人，我萧炎就不是人。你萧雨除了会刁蛮的偏袒人之外，还能做什么？被萧炎这一连串犹如鞭炮的斥责，萧雨心头一滞，红润的俏丽脸颊白了又红。以他的骄傲性子，何时被一名比自己还小的人当众如此教训？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喷薄的怒气，冷冷的道：我不管你如何狡辩，我只知晓你伤了我弟弟，现在我向你挑战，如果有本事就接下来。萧玉，下去，这里岂容你胡来？比试的规矩是斗者之下，你没有权限。一旁二长老怒声呵斥道。萧玉倔强地咬着嘴唇，怨恨地盯着萧炎，冷冷地道：你难道不敢接受这个白痴女人？心头咬牙切齿的一番怒骂。先前与萧宁战斗，萧炎已经消耗了不少斗志气，现在再让他与实力为斗者3星的萧玉战斗，明显很是不利。你不会连一名女子的挑战都不敢接下吧？望着目光有些阴冷的萧炎，萧玉却是心头大畅，冷笑道。摸了摸鼻子，萧炎嘴角略微抽搐，漆黑的眼瞳中骤然间凶光毕露。就在萧炎准备拼了命的给这长腿女人打一架的时候，少女犹如银铃般的淡雅笑声却是悄悄地飘上了高台。萧玉表姐，萧炎哥哥现在已经力疲，你此时挑战他可是有些趁人之危了。萧玉表姐，如果真要挑战的话，不如薰儿陪你试试，可行？